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叫《有山节考》的日本电影，讲的是偏远山区里有种古怪的风俗，老人到了一定年纪就得由儿子背上山扔掉，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当年这电影一出来，把全世界人的三观都震碎了，说这哪是人干的事？但你可能不知道，这种看似荒诞的离谱的事，在中国的某些山区，曾经甚至可能现在还真有。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中国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角落，这地方山高路远，信息闭塞，居然还有一种当地人叫做活人墓的习俗。就是字面意思，你没听错，不是埋死人，而是活人。老人年纪一大，就自己走进事先挖好的墓穴，躺进去闭眼等死。观众们是不是听得头皮发麻？如此违背道德的事，难道当地政府就没人来管一下吗？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样的文化信仰能让这种事延续几百年？今天跟随眼见古今一起走进贵州和鄂西北，去挖一挖活人墓的真相。要说这活人墓，还得从贵州安顺的蒙正村说起。这村子藏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再从县城开车过去，得在9曲18弯的盘山公路上绕好久，而且道路坑坑洼洼，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导航时不时还闹脾气罢工。一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的货车，连人影都见不着几个，活脱脱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村子周围全是山，雾气像白纱罩着。来到蒙正村，这是典型的苗族聚居地。你可能知道苗族爱穿银光闪闪的衣服，节日里敲锣打鼓，热闹的不行。可蒙正村不一样，这儿安静的让人发毛，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很多古老的风俗习惯就这么一代代传了下来，跟外界仿佛隔着一层神秘的纱。这天，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来到了蒙正村采风。当他们来到蒙正村的后山时，发现了一个怪异至极的景象。那山坡上光秃秃的，没长什么高大的树木，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成百上千个黑黢黢的洞穴。你想想那画面，跟个巨大的蜂窝煤似的，排列在山坡上，一眼望不到头，瞅着就让人心里发毛。这些洞穴大小不一，但明显都是人工开凿的。洞口不大，也就1人来宽，将能容下一个人弯腰进去。往里一瞅，全是黑咕隆咚的，能延伸个2-3米深。这可就奇了怪了，谁会在这种荒山野岭费这么大劲儿挖这么多洞呢？难道是用来储藏粮食的？也不像啊，而且这洞里很潮湿，温度跟外面也差不了多少。如果粮食放进去，恐怕没几天就得发霉。如果是用来住人的，就更不可能了。这洞穴低矮狭窄，成年人进去连腰都直不起来，谁会放着山下好好的村子不住，跑到这洞里受罪呢？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况且山脚下就是苗族人居住的村庄，也临近水源，普通人是不会住在山上的。一时间，关于这些神秘洞穴的猜测众说纷纭，但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看来想要了解真相，必须得从周边的村民口中打探一下消息了。为了弄清楚这些洞穴的真相，记者找到当地的村民进行了解，但是村民们都支支吾吾，脸色变得很难看，要么岔开话题，要么直接摆摆手走人。最后还是这位记者找到了蒙正村的村支书。这位老支书在村里德高望重，对本村的历史了如指掌，刚开始也不愿意说，但经不住记者再三追问和软磨硬泡，老支书叹了口气，终于松了口。他领着大伙来到山前，指着那漫山遍野的洞穴，缓缓说道：“这是坟墓。”记者听完倒吸一口凉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如果是坟墓，起码要有口棺材吧？可这些石洞里面空荡荡的，也没有墓碑，不像是坟墓啊。而老支书接下来的话更让人头皮发麻。老支书告诉记者，这些坟墓是他们蒙正村独有的活人坟，里面埋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埋活人？记者听完感觉后背发凉。村子里面有上万座这样的坟，那不是有上万人被活埋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不就是古人才有的活训、活葬吗？难以想象，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种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在这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还真的保留着如此残酷野蛮的陋习？这活人墓里到底埋的是什么人？又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对待活生生的人呢？老支书告诉记者，以前在蒙正村，要是哪家老人得了重病，或者眼看快不行了，儿女和亲戚就会凑到一块商量后事。在别的地方，给老人办后事就是办葬礼酒席，但蒙正村不一样，他们是把老人送进山上的石洞里，在老人身边放些吃的和喝的，接着就把石洞封起来。不过石洞前面会留个空气孔。杨支书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说原本洞口上头会堆些东西，然后再封洞，关键是得留出空气孔。记者特意仔细查看，发现每个石洞最里面都有个高台，老支书说那是放食物用的，而且每个洞口都留了通气孔。要是通气孔在左边，就说明墓主人是男的，在右边，墓主人就是女的。记者听得目瞪口呆。可更离奇的是，当地一些老人居然还以能进墓为荣，觉得这是体面死，好死法。这哪是墓，这分明是坟居。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违背道德和伦理的事，肯定是要遭人唾弃的。可蒙正村的人看着都特别朴实，完全不像是会做这种冷血的人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随后，记者找到了一位历史系的教授，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到蒙正村进行支教，亲眼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觉得老，做不到事情啊，那个什么呢？大家注意一下吧，办一件酒菜，招待亲友来，就修了某一个坟墓，就把这个人没进去了。看来这是应该是真的了。那么蒙正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俗呢？有一种当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在古代，苗族的祖先因为部落间的战争失败，遭到了官兵的残酷追杀。为了躲避灭顶之灾，也为了给整个族群留下一线生机，部落里的人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们被迫将部落里的老弱妇孺暂时藏匿在这些预先挖好的山洞里，洞口用石头巧妙地封起来，再留一点点食物和水。青壮年则继续逃亡，或者与敌人周旋。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兵荒马乱、人命如草芥的年代，这是一种何等绝望和无奈的选择。那些被留在山洞里的老人和孩子，命运完全掌握在老天爷手里。食物吃完了，水喝光了，如果外面追杀的官兵还没退去，或者家人没能及时回来营救，他们就只能在黑暗和绝望中活活饿死，困死在冰冷的山洞里。有学者考证，这个传说不是空穴来风，也与历史上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有关。孟获是当时西南地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苗族首领，在他与蜀汉军队的反复拉锯战中，苗族部落屡遭重创，被迫迁徙和躲藏。蒙正村一带很可能就是当年孟获部落活动和藏匿的区域之一。那些山洞最初或许就是战乱时期的避难所，当然也有一些幸运。传说有些比较机灵或者体力稍好些的孩子，在食物耗尽后，想方设法推开了洞口的石头，逃了出来，在蒙正村这片土地上重新繁衍生息，成为了现在蒙正苗人的祖先。如果说最初的活人墓是战争年代为了种族延续不得已而为之的残酷选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习俗似乎也发生了一些演变。在一些文献记载和村民的口述中，提到了一种叫做苗族人花甲生葬的习俗。所谓花甲，指的就是老人活到60岁。在古代，60岁已经算是高寿了。按照这种习俗，当老人活到60岁或者身患重病，失去劳动能力，觉得自己成了家庭的累赘时，就会主动要求家人将自己送进事先准备好的活人墓中。这种花甲生葬听起来更加匪夷所思。难道老人们真的甘愿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吗？相反，据村民们说，有些老人态度非常坚决，如果子女不同意，他们甚至会又哭又闹，或者以绝食、放火等极端方式相逼，非要入洞为安不可。在送葬之前，还有一套特定的仪式，家人会为老人准备丰盛的最后的晚餐，
全家老小聚在一起吃喝一场。饭后，老人便由家人搀扶着，或者自己走进活人墓。在走进坟墓的那一刻，老人是不能回头的，这意味着与阳间彻底诀别，再无牵挂。家人会将一些简单的食物和水放入墓中，然后用石块或木板将洞口封死。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简直比日本电影里的弃老还更直接和恐怖？但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活人墓并非完全的绝地。考察人员在仔细研究这些洞穴时发现，很多洞穴的顶部或者侧面都留有巧妙的通气孔。这些通气孔虽然不大，但足以保证洞内的人在一段时间内不至于因缺氧而窒息死亡。如果深挖下去，就会发现一个与苗族原始信仰紧密相关的细节。据说，在一些活人墓的通气孔中会插上一节中空的竹子，这竹子可不是随便插的，它象征着连接竹王和祖先神灵的通道。苗族自古就有崇拜竹王的传统，他们认为竹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神性。相传，蒙正村苗族供奉的第一代竹王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孟获。老人被送入墓中后，其灵魂便可以通过这根竹子回归到祖先的怀抱，得到安息。这可不是瞎说，经过专家们一顿考察，最终认定这蒙正苗族还真就是古叶郎国王室的后裔。你看看这历史的线索，一下子就串起来了。他们对竹王的崇拜，那可是实打实的。在2007年，蒙正苗族的这种竹王崇拜习俗就被列为贵州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保护起来了。到了2011年，更是被评选为安顺市8大民俗之一。对蒙正苗族来说，叶郎竹王就是他们的老祖宗。为了缅怀这位年代久远的祖先竹王，就商量定了，在每年的农历2月12这天，杀上一头牛来祭祀祖先。所以，这一天也就成了蒙正苗族祭祖的竹王节。这个节日可不是随随便便过的，它有一整套世代相传、特别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程序，里头蕴含着他们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感。这蒙正苗族虽然身居大山，但他们的文化生活因为这些与祖先、与信仰、与自然紧密相连的节日而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而这一切又都或多或少的与他们神秘的竹王信仰以及那段关于叶郎古国的遥远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此看来，蒙正村的活人墓其起源复杂，既有可能是战乱年代的无奈之举，也可能与古老的部落信仰、祖先崇拜以及在极端生存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生命观有关。而60岁这个坎似乎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界限。虽然古人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但中国民间对于生老病死，尤其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往往有着更为残酷和现实的认知。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偏远地区，也流传着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习俗。比如，在鄂西北的山区，就存在着令人闻之色变的自死窑，那里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从贵州出发，沿着秦岭以南，我们继续向北。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湖北与陕西交界的大山深处。这里隐藏着一个更诡异、更鲜有人知的古老习俗——自死窑。这自死窑的名头，听着就比活人墓更加直白，也更加瘆人。它的别名也有很多，比如祭死窑、刨匪洞、八人洞等。祭死就是祭放等死，自死那就是自己进去等死。无论是哪种说法，都透着一股浓浓的绝望和残酷。鄂西北地区，特别是像十堰、云溪这些地方，山势险峻，汉江奔流而过。就在这看似壮美的山水之间，隐藏着不少这样的自死窑。他们大多选择在极其隐蔽、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之上，有些甚至就开凿在江边的陡崖上，下面就是滚滚的江水。最早对这些自死窑进行系统考察的，是一些对地方民俗和历史特别感兴趣的学者，其中有一位湖北省的民俗专家徐教授。他们根据当地老乡的指引，攀爬悬崖，深入探寻。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也倒吸一口凉气。
这些所谓的窑，其实就是一个个在山体岩石上人工开凿出来的洞穴。洞口通常不大，也就半人来高，成年人得弯着腰才能勉强钻进去。洞内空间狭小，一般也就1米多宽，2米来深，高度更是不足1米，躺下一个人都嫌局促。洞壁有人工修凿的痕迹，还算平整，有些甚至能看到条状的纹路。这尺寸，人要是钻进去，腰都直不起来，除了躺着还能干啥？可怪就怪在有些石洞里竟然有油灯熏过的痕迹，石壁上还留着灯台。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在一些保存相对完好的自死窑洞口两侧内壁上，考察人员竟然发现了人工开凿的槽痕，一长一短，非常规整。当地的老人说，这长条的槽痕是用来插门板的，短的那个是用来上门栓的。插门槽，上门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洞门一旦从外面关上，再用门栓别住，里面的人就彻底与世隔绝，再也出不来了。这简直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石棺。可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尊老敬老，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远的不说，周朝就有祭拜寿星的习俗。孔子写《孝经》讲孝道，汉代70岁以上的老人能拿国家发的旧账，就算是当官的，父母去世了也得回家守孝3年。这么看下来，怎么都没法把活埋老人和传统美德联系到一块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再看看那些石洞，也并不简单。普通的石洞无需凿得如此规整，费这么大劲必有特殊用途。住人条件不允许，出屋位置又太悬。自死窑的说法虽吓人，却能解释这些矛盾。石洞位置即便在崖壁顶上也没关系，反正老人进去不打算出来，空间小，躺着就行，油灯晚上照亮也够用。可关键是没有证据。徐教授查看了60多个石洞，连骸骨都没发现。这与福建武夷山、江西龙虎山、四川贵州等地的洞棺葬习俗不同，那些地方的石洞大小刚好能放棺材，可湖北这些石洞里却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像是从未使用过，非常怪异。据当地老乡所说，石洞是同族老人共用的，而且有2次葬的说法。什么叫2次葬呢？就是人先在自死窑里放一段时间，等肉身烂了，再把骸骨牵出来重新埋葬。这么一来，石洞里没骸骨就说得通了，可能早就被牵走了。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这自死窑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为啥在敬老风气盛行的中国会有这种习俗呢？徐教授查了查，2次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可敬老传统从西周就开始了。到了春秋战国，孔子、孟子都在提倡孝道，孝经都写成了，社会上都在讲尊老爱老，为什么鄂西北的大山里还反着来呢？有人说山里穷，粮食不够吃，老人没劳动力，只能被牺牲。可徐教授琢磨着，湖北那地方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楚国可是大国，富得流油，就算山里差点，也不至于穷到要活埋老人的份上吧。再说了，这些石洞凿得这么精细，一看就是花了大功夫的，要是单纯为了弃老，犯得着这么讲究吗？这说明这是没那么简单，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徐教授大胆推测，这自死窑的习俗可能比春秋战国还早，能追溯到原始社会。那时候人们靠打猎、采摘为生，生产力低下，粮食不够吃，为了族群的生存，可能会遗弃失去劳动力的老人，慢慢就形成了习俗。后来虽然社会发展了，粮食没那么紧张了，但这种习俗已经变成了一种信仰，一种对死亡的态度。在原始社会，人们可能觉得老人活到60岁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该去另一个世界了。走进自死窑不是被遗弃，而是一种神圣的仪式，是对生命的礼赞。这种信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算后来社会提倡敬老了，在大山深处，这种古老的习俗可能还保留着，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了味儿，从主动的赴死变成了被动的弃老，传说也变得越来越恐怖。您想想，当夜幕降临，老人坐在石洞里，点上油灯，透过小窗口看着外面的亲人，亲人在洞口外默默祈祷，
这场景虽然透着一股悲凉，但在他们的文化里，可能是一种庄重的告别。老人知道自己的死亡能为族群省下粮食，能让年轻人更好地活下去，这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荣耀。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们觉得什么祭祀谣、自死谣啊，说不定是后来人说话传着传岔劈了，把祭祀谣给叫白了。也就是说，这些洞一开始可能压根不是扔老人的地方，说不定和古代的祭祀活动有关系呢。当然了，这些都只是推测。湖北深山里的自死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至今还是个谜。是残酷的弃老陋习，还是神圣的祭祀场所，亦或是独特的崖葬形式？史书没记载，石洞里没证据，全靠民间传说撑着。可传说又有鼻子有眼的，让人不信都难。也许在历史的长河里，真的存在过这样一种习俗，它反映了古人在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也反映了他们对生命的独特理解。恐怕这是一个无法给出唯一答案的复杂问题。历史的真相往往被层层迷雾所笼罩。无论是贵州蒙正村的活人墓，还是鄂西北地区的自死窑，这些将活人送入绝境的野蛮陋习，在近几十年已经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的进步、法治的健全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慢慢地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那些遗留在深山老林、悬崖峭壁间的冰冷洞穴，以及围绕他们流传的种种传说和猜想。在贵州蒙正村，那些曾经令人谈之色变的活死人墓，如今也成为了当地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虽然提起他们的过往，依然让人感到沉重，但这些洞穴本身，作为苗族特定历史时期生活方式和信仰的见证，也具有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价值。据说早些年，因为传说这些洞穴里曾放置过食物和器皿，一些洞穴还遭到过盗挖，希望能从中找到所谓的古董。但如今大部分洞穴早已空空如也，只剩下被岁月侵蚀的石壁。相比之下，鄂西北地区的自死窑，由于地理位置更加险峻和分散，其现状则更为原始和不为人知。很多自死窑依然静静地悬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之上，任凭风吹雨打，默默地守护着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洞穴内部大多也早已空无一物，只有岁月留下的痕迹。由于缺乏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关于他们的许多谜团至今仍未完全解开。它们更像是一块块无字的石碑，矗立在荒野之中，无声地诉说着曾经可能发生过的悲剧。近年来，随着地方旅游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一些自死窑也开始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有学者呼吁对这些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遗址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深入研究，希望能揭开更多关于古代社会、民俗和生存状态的真相。总而言之，无论是活人墓还是自死窑，他们所代表的那些残酷习俗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今天，当我们再次审视这些遗址时，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的好奇，对生命的反思，以及对现代文明进步的庆幸。蒙正村的活人墓和鄂西北的自死窑，不只是猎奇的故事，更是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对生存和死亡的深刻解读。现在，这些习俗正在慢慢消失，变成了村里人嘴里的传说和游客眼中的景点。但他们留下的故事却像山间的回响，提醒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尊重每一种文化。这趟旅程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但关于生命和文化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下次咱们又会去哪儿？是另一个怪村，还是更深的秘境？带上好奇和敬畏，与眼见古今继续探秘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故事吧。好了，本期故事就讲完了。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